在广东粤西地区常能听到一句话，叫中国九溪看广东，广东九溪看粤西。我来到了被称为粤西年历天花板，位于湛江市中心的城中村百姓村，千桌万人宴，1400桌，每桌餐标2000元，一条村一天吃掉近300万元。湛江是粤西地区的中心城市，被誉为中国海鲜美食之都、中国对虾之都，所以湛江的年历是名副其实的海鲜大餐。阿树完整记录了16道菜的烹饪全过程，简直是一边拍一边流口水。除了吃年历，还有粤西地区独特丰富的民俗，比如穿令箭、飘射、莺歌舞、躺刺船等等。欢迎和我开始这一次美食民俗融合的味觉视觉盛宴。大早上7点半，就那么多的这个人在忙活着了哈。阿树的影片都附有 CC 字幕，包含20多种文字，在屏幕右下角的 CC 选项可自主选择打开字幕观看。鸭汤，还有这个羊肚菌，很好喝的，这个是酱味的。哦，你们本地人带起来香。我是吴川的啊。我听说吴川的百宴都非常豪华，比湛江还豪华是吧？一样的嘛，像他们也有那个芝士龙虾，也有那个龙虾。湛江不是靠海，所以呢以海鲜为主。你今天过来这里吃吗？过来。哇，那要我跟着你去吃好了。是靠海的东西，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所以咱们这边海鲜比较居多，都是比较丰盛的，丰盛一点吧。前面说到百姓村办宴席一天吃掉近300万元，为什么一个村子如此富有？此村非彼村，百姓村被称为湛江的土豪村，湛江版的猎德村。关于中国为什么仅用了40多年就从一个温饱线上挣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排第2大的经济体，这个论题研究的学者很多，有各种答案。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叫《大崛起》，他认为中国崛起最主要的原因是土地金融，或者说土地财政。在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中国要发展，可是发展需要原始资本，西方国家靠殖民等外部掠夺积累的原始资金，中国没有。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富商霍英东对深圳领导人说：“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钱可以从土地中来。”这句话仿佛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大陆开始效仿香港，出让土地使用权，俗称的政府卖地，获得了土地出让金，搞经济建设，买了地的房企建楼房卖房子，房价越卖越贵，卖地获得的财政收入也增加，土地不断兼并，城市化高歌猛进。百姓村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幸运儿，它刚好就位于湛江城市开发的市中心，可谓寸土寸金。咱们知道，在国内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百姓村不像广州的猎德村，因为政府拆迁征地补偿而一夜暴富。百姓村是成立了以村集体为股东的投资公司，在村里建楼房、商铺、土地租赁等，大量进城务工者自然要租房，所以百姓村的一排排楼房每年的租金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给到村民的分红也令人羡慕。所以网友半开玩笑说，百姓村还有没有单身男性想嫁到百姓村？百姓村因地致富的故事是中国很多城中村发展的缩影，它也是观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窗口。蛇年大吉，但是没想到规模如此。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年历这个习俗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年历啊。年历民俗文化呢，源于福建莆田、古香罗，百姓村大多名门望族的祖先来自福建莆田，所以说百姓村的年历是莆田罗武文化年历习俗的沿袭传承。村中长老说，从清代后期开始，百姓村就把年历作为青春伊始的重大节日，必须祭祀祖先、奉献神灵，祈求一年辛劳之后的丰瑞和平安。百姓村的年历日为农历正月17，年历中有宴中拜祖、走访亲友、盛宴待客、巡游唱戏等。据说在外打拼的粤西人可以过年不回家，但是年历当日必须要回家。年历是绛江人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故有年历大过年之说。最不同凡响的是年历巡游，巡游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令人惊讶的是穿令箭、方次船绝技表演。刚才巡游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发现，在百姓村呢有很多的庙宇跟宗祠，比如说百姓东村烈圣庙、吴王庙、王帅庙、泰山庙；百姓西村烈圣庙、福德庙。很难想象啊，这竟然是一个村里面的文化中心的一个场景啊！四周高楼林立的，不愧是最土豪的陈州村。这是吴川的厨师团队啊，现在在穿工作制服啊，眼前大概有20多名女工。对，我第一次看到沙虫，我听说这个沙虫挺贵的，是吗？对。一斤要多少钱呢？这样子的话就几十块，如果这样的话就100多。吴川的哦，你们有最有名的就是吴川的酒席啊，看酒席看粤西，粤西看吴川啊。就是中国酒席看广东，广东酒席看吴川。对，看湛江，湛江看吴川吗？有很多啊，我们有差不多7个厨房，每个厨房都有100多台。我们这是第2个厨房，后边也有，前面也有，那边也有。这个米线米粉。哎，大叔你好，我看这个龙虾那么大，如果市场价卖的话，一斤要多少钱呢？170块。170块一斤，一个大概要多少钱了？一个6人都重，6人都重，这人一台呀6个。啊，一桌6个。谢谢你啊。小龙虾。哦，这还是小龙虾啊。啊，不是大龙虾。
这只是7个厨师团队里面其中一个厨师团队啊。哎，大叔啊，这些生蚝是焯过水是吗？我不是公公啊啦。啊。一盘有12个鲍鱼，谢谢。哇，这还有鲍鱼。对呀。啊。越大的越贵啊。啊。而且你要看是干货还是鲜货嘛。啊。每个价钱都不一样的。现在鲍鱼都很贵的啦。很贵的。现在我们靠湛江的话，海鲜地区的话，比你们外省的话，别的城市就肯定便宜一点。嗯。哦，扣鲍鱼。对。啊，里面这个是玉米，还有什么呢？长寿豆、长寿米啊。哦。这个鲍鱼，这个是干鲍的，比较贵。干鲍。哎，厨师大哥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餐标是多少钱一桌？2800。2800。啊，对。那总共有多少桌呢？刚才我问了好些厨师啊，有一些厨师说今天有1300桌，有一些说1400桌。刚才我问那个大老板，就是这里最高的那个老板啊，他告诉我的应该是真实的答案，是有1400桌。到时候整个百姓村的每个这种巷子里啊，或者街道上啊，都布满酒席啊。这个是。让一下，往后退，往后退。
眼前看到的，这只是其中一个厨师团队啊，这其他的厨师团队都有几十上百人。刚才的羊肚、排骨、鸭肉，现在就浇上高汤，是吗？还有红枣，还有红枣，准备要放到蒸笼里面吗？对啊，就拿的过来我个来的，我你没抓住的。放凉了那又要干了，好嘞，可以的嘛。啊好。啊，明哥。啊。哎，帅哥，请问一下，咱们这么剪是为什么呢？防止它起泡。啊，这位帅哥告诉我们，这些乳猪已经是腌过了的，已经入味了。现在用剪刀一刀一刀的剪啊，是为了防止它起泡，是吧？在清除它的内脏还是什么？清除它的虾肠。我点了。啊，这是另外一个厨师团队。啊，咕噜肉，我知道了。现在杀虫焯水。刚才裹了面粉的五花肉，现在就倒到油锅里面了。这是正在熬清水汤啊，待会儿煮粥用的一个高汤啊。这是村里面的这个联排公寓啊，农民公寓，是村里面投资建设的。红地毯啊，咱们每桌是有编号跟名字的，现在就往每个桌子放这个牌子啊，因为这都是老百姓自己付钱订的一个宴桌啊，宴请宾客用的。
这一盘一盘就是超过水的生蚝啊，这生蚝都挺大的。正在清洗的沙虫。我们能看到百姓村的一个发展历程啊，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个高的楼房呢？是因为从90年代开始啊，这个村就实行这个4个统一：统一基础标高、统一层高、统一外立面、统一基础设施，建设连体农民公寓啊。从2006年开始，百姓村共拆除1300多间旧平房，拆除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共投入2000多万改造旧村庄，建设数十栋连体楼房，形成10多个有规模城市化的农民公寓小区，建设4个广场、2个小公园，开辟了8条2车道硬底化主干村道。所以我们在抖音上能看到啊，就是很多人羡慕百姓村的村民啊，因为他们每年的分红的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啊。然后呢，有一些还分房分钱嘛，就因为你看这些楼房的话，有大量的这个外来务工人员租住在这些农民公寓里面，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的话，可能就由村委为统一管理分配。百姓村的年历堪称是湛江地区年历的天花板啊。因为其豪华程度、其这种丰富程度以及这种规模之大，每年呢可以说湛江地区的想要看民俗的这个老百姓翘首以盼的一期盛大的一个节日狂欢。哇，无人机都有好多台，所以昨天的本地的一个村民告诉我，一定要带无人机，不然你根本看不到，因为挤都挤不进去。现在早上的8点45啊。哦。刚才跟本地一位大哥聊了一下，他家订了6桌，然后1桌的餐标是2000块钱，所以他家光是宴请宾客一下子花了1万2。那个四包鱼和那个玉米和那个红豆的，我也不懂这个。好，谢谢。没看菜单。好，谢谢你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菜式啊，极品海鲜粥、豆蓉蒸肠粉、上汤青芥菜、糖醋咕噜肉、蒜蓉蒸沙虫、爆汁扣鲍鱼、蒜蓉蒸生蚝、清蒸石斑鱼、蒜鱼龙虾仔、脆皮吊烧鸡、夏果天双丁、羊肚菌鸭汤、红运金猪腱。我们能看到不少的菜都标注了重量，比如蒜蓉蒸沙虫2斤，爆汁扣鲍鱼2斤，蒜蓉蒸生蚝2斤，清蒸石斑鱼2斤，蒜蓉龙虾仔3斤。
而且每道菜有不同的寓意啊。比如说鸿运金猪腱，就是那个烤乳猪吧，代表着鸿运当头；羊肚菌鸭汤，锦绣前程；清蒸石斑鱼，吉庆有余。这道菜大概是鲍汁扣鲍鱼吧，但是这个做法跟前面的我那个团队的看到的不一样。这个小龙虾它的虾肉很饱满。方便面，早餐是吗？对，吃早餐，吃早餐。啊，我吃过了，谢谢。吃过了。芥菜。芥菜啊，好吃吗？慢慢吃，我吃饱了。啊，慢慢吃，我吃过了啊。咱们今天有多少桌呀？总共？那就不清楚了。啊，1300啊。1300人。哦，今天有很多警察来执勤啊。这就是蒜蓉蒸虾沙虫。这是瑶柱包海鲜粥的，1毛钱的。沙白螺煮粥的。白切鸡。落下来的哎，要我就把我晒死了。这个上风啊，都是炸锅子嘛都。冇得噶，冇得噶。师傅说里面是糯米跟糖。这些都是清洗干净的小龙虾。哦，现在厨师们已经往这个烤乳猪的烤炉里面添加，这个是柴火了吧？啊，是用煤炭的。这几个锅应该是煮海鲜粥的。路边卖各种黄老吉加多宝啊，在粤西地区呢，民间有一句话说，只要你带一箱王老吉，你就能上座入席，主家都很欢迎你。反正有一些外地游客很想去品尝粤西的这个海鲜大餐啊，他们就是跨越千里来到粤西，就是提着几箱这个王老吉。现在是10点钟啊，厨师团队等一下要大忙了，所以现在先吃个不知道是中饭还是早饭。工作餐啊，有6个菜。我走在这个炉子之中啊，感觉一股火候向我扑来，热乎乎的。然后呢，我能看到这些师傅们每隔大概1分钟或者几十秒就开一次锅，用那个油刷给这个乳猪涂上这个花生油啊，让它不容易烤焦。我们能看到这烤乳猪已经开始泛黄了，有一些还焦黄了哈，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吧，它就从刚才那个乳白色变成现在焦黄色了。师傅，我想请问一下，咱们一般烤熟要多少分钟呀？从放进去到拿出来一般多少分钟？45分钟。啊，对的。好热的这里。这样稍等。
一下，谢谢。在涂花生油。现在已经能闻到那个烤乳猪的香气了，特别香。现在把焯过水的，然后生蚝附在粉丝上。这是做海鲜粥的米饭。现在阿姨在弄的这个小碟子是白糖啊，是白乳猪、烤乳猪蘸着吃的哈。石斑鱼准备进蒸笼了。工人们已经开始摆桌上碗筷了。一盘要摆多少个生蚝？30个。广东湛江市呢是被称为是中国海鲜美食之都啊，毗邻海洋嘛，所以前不久呢我去走访了湛江市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啊，叫渔阳码头那边啊，哇，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而且这还只是2800元的一个餐标啊，你像在吴川那边啊，很多富豪他们摆的宴席，一桌的这个餐标是上万块钱的，那个海鲜产品看上去更令人瞠目结舌啊。这些师傅们就手就没停过，一直在在翻弄或者在涂油等等。哇，这里能闻到特别香的照烧鸡的那个味道。我揀冇得交拼㗎啦，我揀得拼。要下坐，係咁啊！这个鞭炮就没停过，咱们在百姓村里面走一走啊，看看这些商铺的业态啊，美食店，然后拉粉店、冒菜、美容店、理发店，一应俱全啊。虽然是城中村啊，但是就是一个浓缩版的城市结构。这里有3个宗祠啊，谢氏宗祠。这些是不同的公司赞助的哈，湛江正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百姓村年历全篇约1个半小时，略长，所以我把它分成了上下2集。上集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记得点赞订阅，感谢收看和留言，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